大家好，上节课咱们练习了墨竹的画法墨竹的话相对来说呀墨可能大家都有所体悟就是这个用墨去画的话呢，因为墨当中含的胶量没有这个颜料大，所以说用墨去画的话呢，很容易就晕开，对吧？尤其是浓墨淡墨呢也挺容易晕开的，所以说墨色画竹子呢是非常练基本功的。那么这节课教给大家用颜色去画。颜色去画的话呢，相对来说，要比墨色简单一点，但是呢，也有它复杂的地方，也有它不一样的地方。墨色直接就加水就可以了，对吧？加水它就变得很浅加这个墨就变得很重。那么画这种颜色的竹子，比方朱竹朱砂竹子，首先咱们要调一个朱砂，对吧？用颜色画的时候呢，咱们就要考虑到颜色都要用到哪些颜色。第一个颜色就是朱砂，第二个颜色呢是胭脂，这个胭脂色。那么朱砂色非常稳重，在所有红色当中是最稳重的一个颜色，也是起到一个辟邪的作用嘛。所以说很多画家包括家里都喜欢挂这种朱砂画的画。那么用朱砂画竹子的时候，整体的竹杆竹叶子方法都是一样，但是呢调色的这个方法和调墨是略有区别的。那是怎么调呢？首先笔尖上还是笔尖上调朱砂，不要调到笔根。当然朱砂你调到笔根也是没事的，也是可以的，因为咱们笔尖上还有更重的颜色，还有这个胭脂还有胭脂色。好，调好这两个颜色之后呢，那笔尖上略重，对吧？笔尖上是胭脂，胭脂是所有红色当中最重的。调好这个之后，咱们就开始画。画的时候呢，还是和墨竹基本形式呢是一样的。注意画的时候千万不要画的对截了。还记得咱们之前的讲的一些错误的那些点吗？就是竹节不要画的平行了，一定是一个靠下一个靠上一下一上，这样去画这个竹节。其实竹子组合这个竹杆的组合变化是非常多的，对吧？可以来上一个小竹子。之后呢，笔上当没有感觉水分太大，这个情况下呢，就继续调颜色调朱砂。注意看老师调的这个颜色的步骤始终是笔尖上调的比较多，比较匀。那笔肚上呢，始终是略浅一点的。之后呢，开始画它的这个竹枝。竹枝咱们也可以选择出在哪里，比方说出在这里，画一个比较新鲜一点的竹枝呢，出的比较长一点的这样一幅。其实可以任意去出嘛。然后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从这边出的，按理说这个地方就要出来了，对吧？从这个地方出枝，但是这个地方咱们可以省去不画，就是不一定要
这个地方出了，这个地方必须要出吗？不一定。那这个地方可以省去，不画它，那继续从这个地方出。就是画画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灵活的一个作用了，对吧？大家画的时候也是要灵活一点。这个地方咱们再出。就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出呢？这个地方的竹枝被风吹掉了掉下去了，没有了。所以说呢，画在画面当中就可以省略它。当然，这些都是咱们自己的一个想象嘛，对吧？创作的时候，你想让它成什么形态的那么呢，你就画成什么形态的就可以了。竹枝，这样把这个竹枝画好之后整体的也是要有一个势，整体的势呢也是向这边向这边倾斜的，向这边倾斜的。那向这边倾斜的话呢，其实现在就可以考虑是用仰叶竹呢，还是斧叶竹呢？目前看的情况下，仰叶和斧叶都可以画，都可以画。那么上节课咱们主要以斧叶竹给大家做的示范，这节课咱们给大家示范一个仰叶的感觉。仰叶竹相对来说其实更简单，顺着这个竹枝顺着这些竹枝，然后长这个竹叶子就可以了。注意有大的叶子，有小的叶子，有些叶子呢要有一些穿插，要有一些穿插变化。有些叶子呢可以调的胭脂多一点。胭脂多一点，朱砂少一点，这样出来的叶子就显得颜色更重。根据这些出枝的情况，还可以再继续加上一些小枝，让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吗？更密集一点，对吧？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用朱砂画的话，纸更在这上面画的话它不是那么太晕了，对吧？不会像用墨去画那么十分的晕，因为这个颜色里面加的焦亮是比墨汁当中加的焦亮是大的，所以说在画的时候呢，用朱砂画反而觉得会很顺手，尤其是刚学的那些同学。会感觉慢慢你可能会爱上朱砂的这种画的感觉，就是它不晕嘛，它不是那么太晕，但是它也晕水头稍微大一点的话，它也会晕就是十分好控制，十分好把控。当然，喜欢这种大的水墨味儿的大写意的感觉的朋友同学可能就不太喜欢用颜色画了。想让它晕的时候吧，它不是那么太晕，所以说画大写意的感觉就不太好表现所以一般朱砂的这种竹子画的都是小写意的感觉。
偏细一点的。想让它晕一点的话呢，比方说太干太愣这个画面，想让它晕一点，想让它出现一点水色的感觉，怎么办呢？不要再调颜料了，笔尖上调点水。画面当中要有浓有淡嘛，有干有湿，对吧？干湿怎么表现呢？大部分画的都是干的虽然也不是很干，它只是没有晕开。那么想让它出现一点晕的感觉，就不要再调颜料，直接调水。行笔速度呢也慢慢的放下来，放缓一点，自然而然在纸面上就会产生晕的一个效果。好，这样的话就是一幅朱砂画的主子，咱们就完成了。最后再提上字。提字的话呢，还是可以提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空太大了，提在中间偏下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就是这一幅朱砂竹子咱们就接近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通过之前的学习，大家在画起这种成幅作品的时候呢，是不是感觉就是不那么太难了，挺简单的了，对吧？好，这节课朱砂的竹子呢，咱们就先讲到这里主要给大家做一个颜色的一个示范。留一个课下的作业吧，大家可以用朱砂竹子，去练习养叶竹。像这上课咱们画的这个是养叶竹，对吧？那么，画一幅养叶的，再画一幅腐叶的。那腐叶的怎么去画呢？腐叶的呀，用笔方法和上节课一样，大家可以参考着上节课咱们画的用颜色看看试一下，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去。找一下灵感，就是没有在老师示范的情况下，大家用颜色可不可以画出来呢？上节课的那个腐叶竹的感觉，对吧？枫竹的感觉，用朱砂画出来是什么感觉呢？和墨色画出来一不一样呢？这个就是需要大家自我的一个尝试自我的一个创新一个尝试。那么我希望呢，每个同学画出来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样呢才是咱们学画画真正这个，尤其是写意画学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画个人嘛。画画最终都是画的自己，画的自己的一个审美。简单点说就是自己的一个审美复杂点说就是画的自身的一个修养一个这个情调。好，咱们就讲到这里。大家课下呢多多练习，及时把作业发给老师。大家好，这节课我给大家讲一下示范一幅粗的竹杆的如何去画。那么咱们前面画的大部分都是北方的一些竹子，包括南方的一些也是细竹子，比方说香妃竹这些竹杆偏细。南方的一些比较粗一点的，比方说漓江周边的那么老高的那个竹子，对吧？竹杆就有这么粗这种粗竹子咱们如何去画呢？如何去表现呢？这节课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粗的竹子和细的竹子大体上结构是一样的，但是画法呢会略有区别。打个比方说，区别之一可以用墨色，可以用纯墨去画，也可以呢加上一些颜色。那颜色的话，咱们就可以用到，花青、藤黄，或者是呢直接用头绿也行，或者里面加一点头绿。颜色其实也是，可以自由一点，不一定啊，非按照老师的这个颜色去调。大家在调色的时候呢，可以更自由一点。法无定法，就真正的方法呢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法度的。那么画的时候呢，可以先调一个绿色，比方用头绿加上一点藤黄，加一点花青，调一个比较稳重一点的绿色。想让它嫩一点，就多加黄。调好这个颜色之后呢，笔尖上可以调一点墨，然后从这儿开始画它的主杆，先从它的主杆开始画起。那画粗主杆和画细主杆不一样，细主杆直接中锋就可以了，粗主杆的话呢，可以用到侧锋。先画它的半边儿先画它的一半，然后呢，另一半反过来。也可以先直接就是把它画完，把它的这一半画完。其实这种特别粗的这种竹竿，我平常也画的少，但是呢，有些在南方的一些同学可能会比较喜欢这样的画法。那么在课上呢，我也给大家讲一下是如何画出来的。就是竹子嘛，其实像这些所谓的画法是千变万化的，真正的画法呢就是千变万化的。根据你所处的环境不同，根据你的一些审美的一些不同，那么呢都可以创作出新的，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一些画法出来。画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墨呀，轻轻勾勒出一个小边缘。再有一种粗竹子画法呢，也有像用刷子用那个排刷去画这个粗竹杆，那样去画的话，就不用像这样麻烦用两笔画了，一笔就能画出来。但是那样用排刷去画的话呢，总归感觉和中国画好像有点脱节的感觉啊。有些专门画这种粗竹杆的一些画家会用到那个小排刷。之后呢，画一些这个比较浅一点的、靠后一点的这些竹竿，然后呢，可以再画上几颗小的竹笋。
那小竹笋大家是不是之前没有给大家讲过？小竹笋画起来很简单，就是按下去一笔，然后这个呢，第二笔包着第一个，第三笔呢包着第二个，第四笔包着第三个，就是一直这样，好像那个包玉米一样，对吧？啊，一层一层的包着上面，一层一层包着它，最终呢再点上一些横着点上一些墨点，就是一个小竹笋了。然后呢，开始画它的这个竹叶子。那么画竹叶子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等它晾干等它干了之后咱们再画。当然，为了快速的一个效果呢，我就把它用吹风机给它吹干，吹干咱们再继续画。好，目前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个就是已经被我用吹风机给它吹干的一个效果。实际上呢，大家在画的过程中小画儿也无所谓嘛。大的作品的话，就是尽量可以少用吹风机，因为吹风机吹干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褶皱效果是非常明显，褶皱效果太明显。因为它快速的变干，所以说这个会有一些皱纹宣纸会有一些皱纹。当然，这个装裱完之后它会变得非常平整。自然晾干的话，这种皱纹呢会很少，会比较少。当然和宣纸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之后呢，咱们就开始继续画画完竹杆就开始画竹枝，对吧？画竹枝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只不过它的这个竹枝呢，也可以画的更粗一点了。本来竹杆就比较粗，那么竹枝呢，咱们画的时候也要粗一点。那不是节外生枝，这个不是节外生枝，这个枝干，这个小竹枝是从后面长出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你不能从这儿这个角度长出来，这个角度长出来一定是节外生枝。但是如果说笔断一连，这个就是笔断一连的感觉虽然是没有从这儿这个前面长出来，但是呢，给人感觉这个意思是从后面长出来的，要这样去画这个才行。然后呢，后面长出来之后又向前突出那么这个小竹枝呢，还有一部分长到了这个竹杆的前面，增加这个画面的一个情绪感，一个变化。之后呢，咱们用这个比较浓的墨。那在画这种粗竹杆的时候呢，叶子咱们直接用偏浓的墨色去画就行。尤其是像这个地方，竹杆上边，就用这个浓墨去染它去画就可以了。竹叶呢，也可以偏长偏大一点，还是一样，可以用芥字形或者是个字形。注意它的一个聚散变化就可以。这个地方呢，顺势这样画。
还可以怎么画呢？比方说浅叶子，对吧？可以不用去一直加水，可以呢调上一点颜色，和这个墨色呢，哎，形成一个交融的这样一个效果。尤其是中间这些小的枝干，可以加上一点绿色。或者顶端的这些，画这种墨绿色的这样一个主叶。边画呢，咱们就在一直边找这些结构边找这个聚散变化。那这一块是比较聚一点的。这一块呢，这一块比较大，对吧？这两块面积比较小，就找到它的这个也是画面的一个节奏感，找到画面的一个节奏感就可以了。好，最后呢，咱们可以再用淡淡的绿色，再来上一些就可以了。可以再用比较淡一点的绿色。画上一些浅的、远处的，就好像是这个竹竿上面长出来的一样。还是一直在寻找这种变化、聚散的变化。这个地方让它更密集一点，对吧？好，这个就是咱们粗竹竿粗竹竿的一个竹子的画法。最后，咱们再提上字。好，这个其实粗竹竿这个叶子就好像是前2节课咱们的一个总结既有墨色的叶子，也有颜色的叶子。那么把它们呢融合到一个画面当中来，画出来呢就是这样一个感觉。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在这种颜色和墨色的这种都有的这种作品当中呢，那么墨色和颜色一定要对比明显一点，就像这样，少部分可以出现这个墨绿色，大部分情况下呢，墨色就是很黑很浓的墨色，那么浅的颜色呢，就是很亮很浅的一些颜色。那么这样的话呢，画面形成一个很强烈的这样一个前后对比变化，给人感觉呢是有很强的这种空间感的，对吧？可以看到吗？这个画比前2节咱们画那个呢，就是更强调了它的这种空间感更强调了它的这种对比
变化，就是这个就是粗主感的一些画法，看大家的喜欢吧。各种主感呢，大家都可以去练一下都可以去画一画，感觉自己最喜欢哪一种画法，然后呢之后的一条路呢就可以多多的在这方面去尝试多多的在这方面去发展。还是一样这节课给大家留个小作业，就是画一个这个粗的主感，这样的竹子。在下课之前呢，再给大家就是简单的就是总结一下这个粗主感的一个画法吧。粗主感其实有挺多种画法的，就是刚才咱们画的是这种的，给大家单独的再讲一下这个粗主感吧，因为担心大家就是掌握不好这个方法。有好多种，我给大家讲其中的2种就是用毛笔画的，用排刷画的就不给大家示范了。排刷画的那个练不了笔墨就是后期的话画着玩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前期大家一直用排刷去画这个竹子，容易走偏路，容易走的太斜太斜性画的画不正。主感就是可以这样画，这样去画这个粗的主感，可以正着、反着。可以看到吗？那这个是粗主感其中的一种画法。那么还有一种画法呢，也可以这样去画，就是直接调一个绿色。直接调一个绿色，然后呢，把这个毛笔刮平，刮的比较平一点，形成一个散峰或者平的这样一个势。然后呢，左边这个左边沾上一点墨右边沾上一点墨，然后呢，直接在这个上面画。当然不够粗当然不够粗。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感觉，对，可以看到吗？这样去画这个粗主感，也是一种画法也是一种画法。2种画法吧，还有更多的画法，比方说只占一边只占一边也行。这些都是属于这种翠竹绿色的竹子，然后比较粗的竹感这种画法。当然我选的这个毛笔不是那么很大大的话呢就可以更粗一点了，毛笔再大一些就可以更粗一点。这是2种画法，一种是中锋的大体上就是2种思路，一种是用中锋，然后通过笔上的这种墨色的变化画出来的这种比较中锋一点的粗主感。另一种呢，就是通过侧锋，然后呢左边一笔右边一笔，2笔形成这个粗的主感。那这个就是粗主感的一个画法，大家也可以去进行练习把这个粗主感呢也尝试一下看看用毛笔可不可以画出排刷的效果，用毛笔的话呢可不可以把这个粗的主感表现得更好。好，这节课咱们就先讲到这里就先上到这儿。